它是世界上首款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同时达到静音飞行的飞机。在 16.000 千米的高空，它以最高 1.45 马赫的速度进行超音速飞行。令人惊讶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几乎听不到噪音，因此被誉为超音速静音王。这就是世界上首架超音速飞机 X-59。这项黑科技不仅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而且在平时飞机飞过头顶时，声音通常都大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捂住耳朵。无论是超音速客机还是战机，突破音速时都会引发约150分贝的音爆。这种音爆在低空飞行时可能对人们造成危害，因此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能够进行躲避雷达探测的超音速低空飞行将具有很大的优势。美国航天局 NASA 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手研发了 X-59， 这使得 X-59成为可能。然而 X-59 并非真正实现完全静音飞行，而是在超音速飞行时噪音仅为75分贝。与现有飞机的噪音相比，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接近于关车门的声音大小。洛克希德马丁是一家众所周知的公司，许多产品都广受好评，包括 C-130 大力神运输机、F-22 猛禽战斗机、U-2 侦察机、F-16 战机等等。而 X-59 的型号以 X 开头，代表试验飞行，但千万不要误以为 X-59 仅仅是为了试验。正如过去以 X-35 命名的试验飞机定型后成为 F-35 战机一样， X-59 的未来可能性不容小觑。X-59 在超音速飞行时几乎不发出噪音，这引发了人们的好奇。虽然它并非真正超越现实的外星科技，但在突破音速的同时减小噪音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突破音速后，飞机通常会遇到音爆声音过大的难题。音爆本身是巨大的能量损耗，对发动机和机身都会造成伤害，同时也对飞行员的安全构成挑战。为了规避雷达，飞机进行低空超音速飞行，然而这会引发巨大的音爆噪音。因此，超音速静音飞机的研发显得尤为必要。它因能实现超音速飞行并达到静音飞行而备受推崇，被认为是解决未来人类高速飞行的一项重大突破。X-59 的静音飞行之谜隐藏在其独特的长鸭嘴型机头设计和前所未有的四面鸭嘴型布局中。机身全长30.4米，翼窄9米长。这种狭长机身和前鸭尾设计，使得 X-59 在超音速飞行时能够降低空气震波的凝结作用，将音爆甩在身后，有效避免机体各部位激波叠加，形成强烈冲击波。此外， X-59 的机身几乎有1/3被尖锐的机头占据，机头后的驾驶舱融入流线型机身，前方不再是挡风玻璃，而是一块高清视频显示器及外部视觉系统。这种设计使得 X-59 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声波不叠加，形成相对错位的较弱 S 型声波，显著减小音爆冲击波对地面人群的影响。尽管 X-59 的性能参数目前并不出众，但它验证了超音速无声飞行技术的巨大潜力。据数据显示，除了内置武器挂在外， X-59 还可远程指挥无人机作战，通过静音优势轻松进行低空突袭，穿越防空网。这使得它在未来的军事运用上具备了极大的战术优势。X-59 还具有广泛的民用应用前景，可显著减少飞机飞行时产生的噪音，提升民航飞行速度。根据计划， X-59 的研制试飞将持续到2025年。有人猜测 X-59 可能是美国6代机的雏形，其超音速静音飞行技术可能成为未来先进战机的标配。总的来说， X-59 超音速飞机代表了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者的智慧和勇气。他们的努力为我们开启了新的飞行时代，将带来更快、更高效、更环保的超音速飞行体验，为人类创造了更多可能性。X-59 的问世标志着我们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梦想更进一步，展示了人类对技术和创新不断追求的决心。未来，随着 X-59 的发展和应用，我们将能够更快地穿越大陆，更高效地进行商业旅行，同时减少噪音和环境污染。X-59 的先进设计理念可能将开启超音速低空飞行的新时代。依靠其独特的外形设计， X-59 的问世标志着音爆和超音速飞行不可避免的问题可能将成为过去。一场崭新的超音速航空旅行时代或许正在崛起。目前 X-59 在沃斯堡的库房中正进行最后的结构测试，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首飞。
在试飞之前 ，X-59还需进行结构压力测试，以确保在承受压力时不会在飞行中解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将在2023年的某个时候完成组装，并随后进行飞行测试，最终交付给 NASA。然而，有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战斗机能够实现超音速，那么商业飞机，特别是客机，是否也能够实现超音速呢？从技术上看，这并不是问题。早在冷战时期，欧洲已研制生产了协和客机，这是著名的超音速客机，并投入了商业运营。超音速客机相对于亚音速客机有诸多优势，可以显著缩短商业飞行，尤其是跨洋飞行的时间。然而，超音速客机的音爆和高昂的飞行成本导致这种客机最终退出舞台，商业运输再次回归亚音速客机主导的时代。若 X-59能找到一种静音超音速飞行设计，将对未来商业航空发展起到转折性的作用。尽管成本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充分考虑的关键因素。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台湾空军的基本情况。目前，台湾空军拥有288架战斗机、19架运输机、207架教练机、19架特种飞机和208架直升机。规模不小战机主要以4代机为主，包括 F-16战机和幻影 2.000 战机等。然而，台湾空军的幻影 2.000 战机基本上都是90年代从法国进口的，技术设备相对较旧。考虑到这些战机已经接近服役末期，法国不太可能对其进行升级，而 X-59的出现可能进一步提高了战机的水平。因此，台湾空军仍需努力提升实力。当 X-59的超音速飞机面世，引领着未来人类高速飞行的新时代，人们纷纷探讨着这项技术的潜在应用和影响。X-59之所以能够实现静音飞行，其秘密隐藏在其独特的外形设计中。尤其是其长长的鸭嘴型机头和前所未有的四面鸭嘴型布局。X-59的机身设计全长30.4米，翼窄有9米长狭长的机身和前鸭尾设计，使其在突破音障时能够降低空气震波的凝结作用。这种设计在超音速飞行时可以将音爆远远地抛在身后，有效避免机体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在传播过程中叠加。结果是 X-59产生的声波形成一个较弱的 S 型声波，减少对地面人员产生的冲击波和音爆。除了外形设计 ，X-59的机身也是其静音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几乎有1/3的机身被尖锐的机头所占据，而驾驶舱被精心融合成流线型机身的一部分。这种独特的设计让 X-59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声波不会叠加在一起，并有一定的错位，最终明显减小了音爆冲击波对地面的影响。在 X-59的驾驶舱，飞行员前方并非传统的挡风玻璃，而是一块高清视频显示器及外部视觉系统。这种系统使飞行员能够通过显示器查看前方的景色，进一步降低了对飞行员的依赖。这一设计是 X-59超音速飞行成功的关键之一，为未来超音速飞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商业超音速飞机的诞生一直是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早在冷战时期，欧洲研制并投入商业运营了协和客机，这是当时的超音速客机代表。然而，由于超音速客机的音爆和高昂的飞行成本，这类客机逐渐退出了商业舞台，亚音速客机再度成为主导。X-59的出现重新点燃了商业超音速飞机的讨论。超音速客机对商业航空有着显著的优势，它可以将商业飞行的时间大大缩短，尤其是对于远距离跨洋飞行来说，这意味着更高效的商业旅行。然而，过去的超音速客机在商业运输中逐渐退出，主要是由于音爆和昂贵的运营成本。X-59的静音超音速飞行技术为商业超音速飞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得以广泛应用，将大大减少商业飞机飞行时产生的噪音，提高民航飞行速度，为商业航空领域带来巨大变革。当然，实现这一技术的同时，必须解决成本问题，因为商业航空必须在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之间取得平衡。从 X-59的性能指标来看，除了其内置武器挂在外，据报道还具备远程指挥无人机作战的能力。这使得 X-59不仅仅是一款战斗机，更具备了多样化的应用潜力。其轻松低空突袭、穿越防空网的特性，以及静音飞行的优势，使其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发挥出色作用。考虑到未来的发展，X-59还有着良好的民用应用前景。
其静音超音速飞行技术将大大减少飞机飞行时产生的噪音，为民航提供更为宜人的飞行体验。这一技术可能会催生新一代的超音速商用飞机，为未来商业航空带来革命性的改变。X-59的研制试飞计划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这段时间将是不断优化和改进这项技术的重要时期。随着 X-59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我们将迎来更快、更高效、更环保的超音速飞行体验，为人类创造更多可能性。总的来说， X-59超音速飞机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对技术和创新不断追求的巅峰之一。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者的努力和奉献，为我们打开了超音速飞行的新时代大门。这个时代将为人类带来更为便捷和高效的交通方式，同时减少噪音和环境污染。X-59超音速飞机的出现，不仅代表着人类对技术的进步，也为未来的航空领域描绘了更加辉煌的画卷。天马计划的背后蕴含着无数的希望和梦想，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当时领先的中山科学院发起，旨在研发一种中程弹道导弹。然而，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尤其是天马计划的成品可以携带核弹头，这使得整个计划的实现变得更加复杂。每当军事爱好者讨论天马计划时，导弹搭载核弹头的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涉及到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复杂考量。尤其对于台湾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棘手。以天马导弹为例，探讨其中搭载核弹头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核武器本身的研制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先进的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技术。核弹头必须在尺寸和重量上进行精密设计，以适应导弹的载荷和空间限制。这就需要极其精密的工程设计和高度精确的制造工艺。而天马计划作为一项中程弹道导弹研发项目，其技术难度本身就非常高，将核弹头装载到这样的导弹上难度可想而知。其次，核武器的安全控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核弹头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因为外界的冲击或故障而意外引爆。这要求导弹系统必须具备极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核武器的使用控制必须极其严格，以避免误发或被未经授权的人员操控。我们都知道，弹道导弹在冷战时代是科技和国力的象征，只有少数强国才能掌握这一高难度的技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台湾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们研发了名为清风的导弹，其性能可以与当时的苏联 Frog-7炮兵导弹或美国的 MGM-52长矛导弹媲美。清风导弹的基本参数十分引人注目，全长6、15米，翼展1、4米，半径0、56米，发射重量达1520公斤，弹头重450公斤，最大速度可达3马赫，射程在60至100公里之间，最大射程下的误差仅约370米。这款导弹采用液态燃料火箭引擎，因此在动力上具有强大的优势。1981年，清风导弹在汉武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台湾首次正式展示其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力。尽管清风导弹最初的设计目标是实现300公里的射程，但在试射后发现，其最远射程仅达到了100公里。然而，在以色列的协助下，这款导弹的射程最终得到了提升，达到了130公里。这款导弹的问世为后续的天马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天马计划在启动2年后，即1982年，由于各种原因被迫中断，清风导弹的生产计划也因此受到影响，最终被迫取消。在经历了这一挫折后，台湾决定转向研制一种地对地类型的短程导弹。这款新型导弹最初计划采用固体燃料提供推力，但由于技术难题和资源限制，这一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然而，台湾并未因此而放弃。1996年，天马计划再度启动，尽管面临的技术已显得有些过时，但最终在2000年，台湾不得不宣布放弃天马计划。这个计划自始至终充斥着各种猜测和传言，有人声称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也有人说它早已研制成功。直到1999年，中山科学院30周年院庆时，天马计划才首次被公开曝光，甚至展示了概念模型。据当时中山科学院的人员透露，
计划已经进展到脱节机构的开发和第二节火箭空中点火的研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不久之后，天马计划又一次被迫取消。有专家推测，如果天马导弹研制成功，其射程至少会超过950公里，速度也能达到每秒9公里。这种推论基于天马导弹的预期性能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一般标准。毕竟这类导弹的射程通常不低于1000公里。尽管天马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其最初的雄心壮志，但它的历史意义和科技梦想依然值得我们深刻记忆和反思。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如何努力突破技术限制，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天马计划不仅仅是一项军事计划，它更是台湾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个计划的起伏波折反映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技术发展的艰难挑战，但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然而，天马计划的历程无疑为后来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研发计划的兴衰，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民族的奋斗历程。天马计划虽然未能最终照亮战场，但它在科技史上留下的印记将永远激励着未来的探索者们。然而，也有人声称当时研发的奢侈品并未销毁，但保留的奢侈品缺乏经费维护。据报道，这批奢侈品在2001年时，有媒体声称保有数量为12枚。藏匿在台湾中央山脉内的发射阵地目前可能处于待发状态。此外，在技术层面，天马计划将核弹头装载到导弹上，还涉及到诸多细节问题，比如核弹头的引爆机制需要与导弹的飞行控制系统完美配合，这就要求导弹的引爆系统必须能精确控制核弹头的引爆时机和地点，确保目标的精确打击。核弹头的保护措施也非常关键，以防在发射过程中由于意外而产生核泄漏或其他灾难。从核弹头的生产到装载，再到实际部署，每一步都需要极其严密的安全措施，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安全保障、人员的安全培训和管理、物流运输的安全保护等，每一环节的安全漏洞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总之，虽然天马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导弹技术的机会，但将核弹头装载到导弹上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涉及国际政治、法律和伦理等复杂问题。任何关于核武器的研发和部署都必须经过慎重考虑，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地区的稳定以及全人类的福祉。在当今这个核武器逐渐成为过去的时代，和平与稳定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探索天马计划的奇妙旅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及它对台湾其他武器研发计划的深远影响。例如备受期待的天空一星导弹，原计划获得高达15亿台币的预算支持，但最终仅分到了3亿台币，大部分资金被划拨到了天马计划中，这对天空一型导弹的研制进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原本预定早期完成的天宫一型，最终不得不推迟到1986年才得以问世。天宫一型导弹的技术参数相当引人注目，重量为870公斤，长度3米，直径40公分，其弹头装载着高爆炸药和大量破片，使其在作战中拥有毁灭性的打击力，作战范围可达100公里。制导系统采用中途惯性导航，末端配备半主动雷达和红外线导引，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精准度。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天宫一型具备惯性导引，可以在不依赖全程照明雷达的情况下，对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显著提升了其战斗力。天宫一型还衍生出天宫江星，后来更名为天宫2星。这款衍生型号的研发历时7年，最初目标是整合推进火箭和冲压电机的导弹载具。尽管在尝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试射试验屡次失败，但这项技术最终为雄风3型反舰导弹的研发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基础。可以说，天马计划不仅改变了台湾许多武器的研制轨迹，也为未来的武器研发注入了新的思路和动力。尽管天马计划最终被取消，但其中的团队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空导弹领域，于1983年组建了偏舰计划。偏舰计划的成果非常显著，研制出了台湾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红外线导引导弹天界一型。这款导弹在定位和外形上与 N9 响尾蛇空导弹相似。天界一型导弹的控制组采用红外线导向，有点前端带移控制，其弹头装载了10公斤的炸药，并且内含2300片高爆预制破片，
每个破片都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因此对敌机造成致命打击。天剑异型导弹的目标探测器采用激光近炸和碰撞隐身技术，推进系统使用低盐固态推进火箭，能产生14000磅的推力。这种推进装置使得天剑异型在短暂的空战中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和打击效率。在90年代，天剑异型的衍生型号天剑2型也得以研制成功。天剑2型首次公开亮相是在1994年的汉光11号演习上，由 SCK-1战机试射导弹击落87。天剑2型的长度为3593米，直径19公分，重量约185公斤，装备有一个重22公斤的高爆预制破片弹头，作战范围达60公里，最快速度可达4马赫。总的来说，天马计划虽然未能实现最初的雄心壮志，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本身。它不仅推动了台湾军事科技的发展，也为后续的各种武器研发计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积累。这一历史篇章充分展现了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在科技和军事领域不断追求突破，书写自己的传奇。现在，让我们再深入一步，探索天剑2型导弹的另一个令人惊叹的变种——天剑2C型。这款增程型导弹不仅射程惊人的达到了100公里以上，而且速度也提升至惊人的6马赫。经过一系列严格的作战测评，天剑2C型已经展示出了其卓越的性能，其作战定位和能力与0120D 导弹不相上下，无疑成为台湾最尖端的导弹之一。在不断创新和探索的道路上，天剑2型导弹还迈出了更大的一步，研制出了适用于海上作战的舰载型号海剑2型导弹。这款新研制的导弹预计将成为台湾海军的新锐力量，未来将部署于沱江级巡逻舰、新一代巡防舰以及玉山级船务运输舰上。更令人兴奋的是，海剑2型导弹可能采用2种革新的部署方式，一种是独立发射箱，另一种则是安装在 MK41垂直发射系统内。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和灵活性。至此，我们今天的武器探索之旅就结束了。天马计划的种种传奇，无疑激发了无数猜测和讨论。它是否真的秘密研制成功？它是否真的具备搭载核弹的能力？这些问题留给大家在评论区自由讨论。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